Hello， 大家好，我是室友西莫。这本小说的《Cuckoo's Calling》杜鹃的呼唤是英国作家 J.K. Rowling 在2013年以笔名 Robert Galbraith 出版的一部犯罪小说。J.K. Rowling 曾经写过一个叫《哈利波特》的系列小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也没有很多人听过。不过今天这支影片呢，主要就是想要尝试回答一个在我心中植根已久的问题，就是身为一个 Potterhead 哈迷的一个英文称号，我是不是应该也要看罗琳阿姨写的其他小说呢？我想有这个疑问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支影片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这本书哈迷们有必要看吗？我买回来就已经包了，我是买二手的。对我来说，答案是大可不必。好了，今天影片就到此为止了，谢谢收看。书本介绍：故事的男主角是职业为私家侦探的 Cormoran Strike。Cormoran 是一个在阿富汗当兵的时候被炸掉一条腿，然后选择退役的军人。后来过得并不好，穷困潦倒，甚至要住在办公室里面。Cormoran 的境遇会让我想起福尔摩斯里面的华生医生，只不过在这本书里面没有让他培养激情的 Sherlock Holmes， 不然应该会更有趣一点。在故事的一开始就有一个叫 Robin 的女生来当 Cormoran 的临时代理秘书，全世界看到这个秘书一出场就知道她将来一定是一个常驻人物，所以她后来成为 Cormoran 的正式助理完全没有悬念。这本书的故事是发生在英国伦敦，是说一个英国超美的混血名模堕楼了，全世界都觉得他一定是自杀了，只有死者的哥哥觉得他一定是被谋杀，所以请了 Cormoran 来调查这件事情。书评：长话短说，在我的心目中，这本书应该是值2.7颗星，就是 out of 5颗星。我其实很怕把一本书打3颗星以下，而且觉得如果烂到不行的话，就1颗星，3颗星就是及格过得去，2颗星是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不过今天我的心情就是觉得要严格一点，所以2.7就是 2.7。好，这2.7颗星是怎么来的呢？主要就是文笔、对白、主角视角的可信度。然后我再跟你们说，那剩下的2.3颗星是怎么扣的。罗琳阿姨写作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对话什么的自然又真实，会让我出戏，觉得正常人应该不会这么说话吧。然后这本书主要是以一个退伍男军人的视角来写的。如果我先前不知道这本书其实是 J.K. Rowling 写的话，我应该真的会相信这本书是男人写的，因为这个男主角看女人的时候总是会关注到胸部，连看个清洁工都能注意到他摇摆的屁股。的确可以看到作者有刻意的写得很像是男人写出来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好像是一些现代读者会觉得某些男性作者有问题的地方，好像把女性物化了，所以我往正面的方向去想，可能 J.K. Rowling 就是透过用男性笔名写这本书在讽刺这种事。应该是这样。那2.3颗星是怎么扣的呢？主要一个重点，故事节奏。我觉得这本书的节奏真的是有够慢。英文版我看这本有576页，整本书576页，头100页竟然还在交代主角的身世。我在 IG po 文说要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留言说，它铺陈太长了，我一直在看主角的现在与过去种种的复杂情感，还有与女主角的搭档情谊（括号一点情愫）问号。追踪案子的过程，我觉得没有让我意想不到，不过我身旁的人倒觉得这本非常好看。我觉得真的是太他妈的同意了，就算作者写得很好，但我真的不 care。
Cameron Strike 和他的前女友的爱恨情仇，也不想知道他爸和他妈是谁，除非你跟我说这和他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系。但在这一本来说，非但没有对剧情有帮助，也没有加深我对 Cameron 的了解。除了知道他虽然又穷又不帅，但是女朋友还是超级大天才之外，我觉得身为读者的我并没有因为那些描述因而比较了解 Cameron 在想什么。 OK， 我懂要建设一个完整立体的人设不简单，但我觉得其实可以先展开侦探工作的部分，然后用回溯或者是同时进行的方式，让读者可以尽快的投入悬疑侦探的部分，对主角多了份认同感，才开始从边边角角的地方去了解主角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00多页还没有进入正题，说真的，如果我不知道作者是 J.K. Rowling 的话，我应该一早就弃船了。进入正题后 Cameron 就是不断的访问很多人，然后很能干的助理 Robin 也会偶尔收集到一些有用的资料，让 Cameron 大赞一番，然后沾沾自喜。我觉得 Robin 就还蛮可爱的，而且 Robin 查资料方法很有趣，就是会假装成不同的人去问出答案，偶尔还会差点被抓包，然后要马上想办法去解决。反而 Cameron 就只是很普通的把人约到酒吧或者餐厅去问问题，结果我真的很不懂为什么我们只看到 Cameron 的部分，然后真正有趣的 Robin 的部分就只有在 Robin 向 Cameron 简单报告的时候才匆匆带过。 Like why？ 老实说，我看到这本书一半还在哀哀叫，觉得妈呀，赶快发生些什么吧！到目前为止只是在靠文笔来支撑我看下去，然后到了第400多页才终于丢出了第2具尸体。一本书500多页，我到第400多页才觉得哇哦，开始刺激了。还是那一句，如果我不知道这本书是 J.K. Rowling 写的话，我真的一早就弃船了。问题是前面不是不好看，但就是太慢了。当年我看 Harry Potter 就算是最后的那几本书，最多2-3天也能不眠不休的看完了。这本书我看了快2个星期，甚至是3个星期，因为有些天我就是完全就不想看。我真没想过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我本身很少看侦探悬疑类的小说，侦探悬疑犯罪类别只看过福尔摩斯、Agatha Christie、金田一还有柯南这些作品，每一个案件一般来说篇幅比较短，节奏我比较可以。我觉得这本 The Cuckoo's Calling 如果可以砍掉300页左右就很完美了。另外我发现看侦探小说心理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因为前面我知道明明有很多 red herrings， 就是丢出来骗我的东西，所以一边看一边觉得这是骗我的，这是骗我的，但我要继续看下去，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笨蛋。然后这本书里面和死者有关的人很多，有公寓保安、司机、朋友、邻居、生母、养母、舅舅、摇滚乐手、男友、服装设计师等人。我们跟着 Cameron 去访问这些人，看着看着我觉得自己猜中谁是杀人犯的几率还蛮高的，因为我每一个人都怀疑是凶手，越看越觉得自己是笨蛋。各位喜欢看悬疑小说的看官们，你们真的是不简单。然后结局我觉得烂烂的，根本就不会猜到。然后 Cameron 还说是和 Robin 一起解开的谜团，我觉得还好吧，因为 Robin 就算是功不可没，作者也没有表达出来啊。而且从头到尾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就只有 Cameron Strike 一个人。Robin 感觉上就是一直被吩咐去调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就埋头用他的小聪明去找出答案。 No question asked。 这本书是这个系列的第1本，目前为止已经出到第4本了。竟然我听说第2本的节奏会开始正常一点，可是我真的很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不要继续看下去。如果您觉得我应该看第2本，然后向您报告的话，请在下面留言按1。如果您觉得还是算了吧，不要浪费时间了，请留言按2，我都听您的。这个系列其实已经拍成了 BBC 的电视剧，在英国叫 Strike， 在美加地区叫 CB Strike。
反应似乎很不错，就是 IMDB 还有烂番茄 Rotten Tomatoes 上面的评分都还可以。不过 Harry Potter 的对象基本上是小孩子还有青少年，而 Cormoran Strike 系列的目标读者群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脏话什么都常出现，我不能说这是不适合小孩子看的书，因为我不相信审查制度，但我只能说这本书不是 J.K. Rowling 想着小读者而写出来的书，哈迷们也不必抱着对作者的忠诚的心去看这本书，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写给哈迷看的。你看作者本来就没有想要让大家知道他是谁，不是吗？虽然我私心认为一开始用笔名，然后不小心被律师团队爆出来，然后说要提告那个泄密律师什么的，根本就是很高超的行销手法。Anyway， 他都以一个男人的名字去写这本书了，我们还把作品跟 Harry Potter扣上关系，那就太不公平，也太不必要了。总结就是我很佩服 J.K. Rowling 明明可以只靠 Harry Potter 就当一辈子的有钱人，却不断的在创作方面挑战自己。不过我还是宁愿重看 Harry Potter 100遍好了。不过话说回来，当年 J.K. Rowling 用 J.K. Rowling 这个笔名写书，而不是用他的本名 Joanne Rowling，是因为出版商觉得如果用女性名字出书，他们锁定的读者群也就是小男生们可能会不想看小男生到底怎么了，所以建议他用中性的看不出是男是女的名字 J.K. Rowling 出版 Harry Potter。 那么多年过去了，作者或者是作者的出版团队仍然认为要写犯罪小说用男人的名字会比较好卖。我们的世界果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这本书叫 The Cuckoo's Calling 杜鹃的呼唤，我在这边再 show 给大家看一次。如果你是哈迷，请在下面留言板跟我相认。然后各位看官，如果觉得今天这支反推影片能够帮大家省下时间的话，请记得点赞，还有订阅，然后分享给你喜欢看书的朋友们。那我们下次见吧，拜拜。